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实例演示，像左边这个阳台柜，我们现场就要和客户确认一下，它的一个窗帘位是在窗框里面还是在窗框外面，后期装窗帘，通常会在窗框里面或者是不装，在我们客餐厅这个位置去装窗帘。然后我们再确认一下这个区域有没有晾衣架，什么样的一个晾衣架，然后像刚才一样计算一下阳台的总深度，然后再看一下晾衣架的一半的距离到我们阳台柜背面墙之间有多少距离，有没有抵到我们的阳台柜顶柜开门。好，还有看一下现场有没有其他一些障碍的，比如说这边有个检修口，那我们一般来说通常会用这个顶柜完全把它盖住，或者盖住一半这样的形式，但是顶柜后面不要有竖板去挡住这个检修口，顶板挡住是可以开槽避开的，竖板挡住就没有办法去避让，后期没有办法去检修。然后还原了我们现场以后，确定一下洗衣机位置，像这个现场它也是电位水位都集中在右半部分，那我们左半部分电位水位下水口比较少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定位洗衣机的位置放在左边会比较合适。然后我们可以去我们的阳台柜、地柜里面找到洗衣机柜，调用最下面2款当中1款都可以。然后我们要确认一下这个洗衣机堆叠式洗烘套装它的一个高度、深度和宽度都是一个安装的一个内径值确认完了以后，我们去做相应的柜体。那常规我们的堆叠式放置的洗烘套装整体高度是1740，我们顶板跟我们洗衣机上沿留空15毫米，顶板本身18毫米，加起来差不多是1770或1780，而宽度洗衣机柜跟侧板间留15毫米，洗衣机柜总宽是665这样一个宽度。好，那洗衣机柜左边我们跟墙留空20就够，如果留太大，封板一装可能不好看。深度的话就会有2种考虑，一种是完全包住洗衣机，它的一个内空深度需要多少的，另外一个就是顶上的检修口可能会影响到我洗衣机柜深度，因为它影响到了顶柜的深度，从而影响到洗衣机柜的深度。这个在我们做方案的时候可以随时进行调整。好，接下去是水槽柜的一个调用设置。水槽柜后面有管道，需要做切角，在我们的阳台柜、地柜、新盆柜里面找到带切角的新盆柜。然后我们新盆柜的右侧跟墙预留40，因为左侧预留20，右侧稍微预留大一点。柜体高度就按770来做就可以了，准备做的是台下盆。然后深度我们一般是柜体含门板跟洗衣机柜保持一样深即可。那接下去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顶柜，顶柜的数量一个是影响美观，一个是否影响我们检修口的一个检修。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具体的顶柜的宽度去除两边封板以后所剩的距离除以3除以4怎么做合理，就选哪一个数字就可以。好，那参考方式如图，我们一般想要让一扇单开门对应的位置正好是检修口的位置，这样的话我们没有竖板去拦在检修口下方，检修口能正常去使用通过这样的一个目的，我们可以去算一下，大概3扇门其中2扇门能够完全包住检修口，那左边就取2扇门，右边取单个门以此来决定顶柜我们可以做3门如果做4门就会有均分，中竖板在我们的柜体中间，顶柜的中间就会挡住我们的检修口，不合适。好，知道了我们顶柜分配方案以后，去调相应的柜体就可以了。双开门顶柜，我们可以去橱柜、吊柜里面平开门柜找到一个加深吊柜，因为普通吊柜可能深度只能做400升，遇到我们洗衣机上柜体需要做到600及以上的，所以要选择加深吊柜。右边切角柜的话，我们可以选择阳台柜、吊柜，找到我们的切角柜里面去调用单开门切角柜即可。好，那检修口如何避让？它的一个设计方式就是我们可以考虑将我们的对开门顶柜顶板做一个切角，露出我们检修口，然后我们可以从我们的通用板件台面板里面找到一块台面，设置对应的宽深，然后后期呢塞在这个切角空当上面就可以。然后我们在板件的上面可以配一些角码，或者是可以配一些板条，现场固定一下，从而让我们这块活络板跟我们顶板齐平，后期正式使用时候可以将我们的这块活络板往上一推，往旁边一靠，就能露出我们的检修口。好，那在我们设计时候也要注意一下我们的顶柜与我们的检修口的关系。通常我们要让柜体的深度大于等于检修口的一个深度，
完全包住它会更美观，当然不能包住它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那像图中最好的是全包，让检修口的正面要对应的我们的柜体正面完全包住，门板在我们检修口前面，侧板也不与检修口干涉。好，那我们看一下具体的一个尺寸啊，在顶柜顶板闭上检修口时候呢，开孔可以在我们检修口四周三边范围内扩尺50毫米这样的一个距离去开一个大孔，然后调用的这块活络板件，我们可以在这个开孔尺寸三边各缩尺1毫米，这样的话它们俩就能互相匹配。完成了顶柜设计以后，我们再来做镂空吊柜的设计，选择橱柜吊柜里面七角柜，找到我们的带切角的，无论单开双开，这个宽度一般会选双开，然后吊出来以后，我们删掉门板，就可以做出一个镂空吊柜的形式了。接下去就是我们封板的放置，在我们生成台面和地台前，一定要把阳台柜的封板调用好啊，比如说吊柜用屏风板，我们的侧面20的缝隙我们用吊柜或地柜的侧封板，水槽柜旁边宽度比较宽，用我们的地柜屏风板就可以。放完我们的封板以后，我们会生成台面，选择默认样式，然后这边特别要注意的是，因为我们的水槽柜含门板是等于我们的洗衣机柜的，所以这时候台面突出我们的水槽柜并不很美观。在我们生成台面时候，最下面参数里面可以将前伸出设置成0，这样的话就能跟我们的水槽柜门板跟我们的洗衣机柜保持正面齐平。生成台面以后，可能台面自识别的时候可能有些问题啊，这个我们可以放在后面生成完新盆以后再来修改。好，接下去我们可以把地脚线生成一下，台面、地脚都是在我们的线条造型对应的项目里面生成即可。最后我们生成一下顶封板，整个柜体部分就已经设计完成。接着我们给我们的水槽柜配上新盆，那新盆的选择的话，如果觉得样式比较少，可以让客户自购，或者不用我们的陶瓷盆，用我们的不锈钢盆也是可以的。那龙头选择的话，需要注意一点，就是龙头的高度。我们在设计完以后，添加龙头的时候要注意看一下，龙头不要与我们的这个吊柜冲突，导致龙头装不上去这样的问题。然后另外我们的水槽后面跟墙的距离有没有足够的空间放得下这个龙头？一般我们可以设置在140，水槽开孔距后面墙大概140的距离。生成完我们的新盆以后，我们就可以去数字台面里面对我们的实验室台面进行编辑。首先编辑一下我们的台面生成时候识别错误的这个边形。台面左边沿默认选择了连接边，那我们可以将它改为不见光边就可以了。设置完边形以后，我们再设置一下台盆的位置，靠前距离、靠侧边距离都要去设置一下。当然，如果客户不是购买我们的盆，他是自购盆的话，我们可以跟客户索要一下对应的盆它的款式，去查一下它的信息，看一下它的开孔大小，然后我们可以在软件里面进行自定义开孔，开完孔以后再设置一下它的前端、后端、左右两端的距离，看一下是否合适我们的台面。如果不合适，及时让客户更换他对应想买的台盆就可以了。自购盆的开孔前后左右距离就要看说明或者对应商家提供的一些具体参数了。那我们的整体柜身设计完以后，台面编辑好以后，再注意一下有无小细节后期需要处理的，比如说我们的吊柜参数设置壁梁后，切角肯定是大于我们这个柱子的，那这时候可以将我们的底板重新外形编辑还原成层板，然后切一个更小的角来更符合这个柱子的大小，总体让柜子做得更美观。好，另外我们可能在安装时候还会有一些问题，就是我们的侧边洗衣机柜侧边这一块封板可能会与我们洗衣机柜下面那个防潮脚套有干涉啊，像这种可以下单时候取消这个防潮脚套，或者将我们这个靠墙收口板高度从下往上缩短一定的距离，从而来避让这个防潮脚套也是可行的。另外还有这种垫位，可能垫位不是我们自己布的啊，那我们做完柜子以后盖住垫位了，但是垫位还会露出来使用，不是特别美观情况下啊，我们可以考虑调用我们的封板，设置一下它的附件板深度，设置一下正面板件的宽度从而做出一个 L 型的板件来盖住这个垫位，同时盖住旁边的开孔位置。这样的话，既能够正常插拔垫位，也能起到一个遮丑的作用。这块 L 型封板
可以现场直接放在对应位置，不需要螺丝加固、胶水加固。好，那最后我们可以将柜体统一的去做一些走管的一些开孔，比如说我们的烘干机需要使用上面电位，那洗衣机柜侧板偏上位置可以开一个100×100这样的一个孔位，然后下面洗衣机的管道需要使用水槽下面对应的水位电位，也可以在我们的洗衣机偏下方，洗衣机柜侧板偏下方开相应的槽，深度大概100，高度就按我们的水槽柜对应电位的位置去开就可以。那像我们的变压条，它可能腾空了，那这些可以后期通过备注来完成，设计时候可以忽略这些问题。好，那水槽柜也是一样，根据我们的电位上面吊柜也是一样，根据我们的电位去对应的去开孔与我们的洗衣机柜孔相对应就可以了。然后不能改的，像水槽柜的底板、水槽柜后面底板上面挡板，它都是可以往前移，然后从而来避让我们的下水口，这些可以在后期下单时候完成，设计方案时候就保持现状就可以了。好，那整个洗衣机柜所有的注意点都注意完以后，方案就自然就设计完成了。当然，此方案因为没有晾衣架，所以我们可以做正常的顶空板。如果有晾衣架，就要考虑一下门板打开是否有干涉，因为3开门顶柜门板本身会是比较宽的，将近400多或者500的宽度了，所以开启很容易会跟我们的晾衣架干涉的。那这时候可以考虑加高顶空板来完成避让。